比特币和以太坊现在是不是最后的上车机会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 Bybit 上面，目前依然持有这张50万美金价值的比特币多单。那以太坊呢，持有之前一样20万美金，完全没有做减仓，是120颗以太坊的价值。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的收益，如果我们想减的话呢，大约是280万台币左右，再扣掉资金费率，还是有280万的获利。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山寨币仓位，目前我一样持有这张 Avalanche。你可以发现，虽然我的仓位价值开的是不大，我认为山寨币做呢，仓位价值真的都不用太大，因为它的波动太大了，非常危险。不过你可以依然看到，我们现在呢还是吃了41个百分点、42个百分点的利润呢，还是有8000多美金啊，也就是我只开了2万美金的仓位价值，可是却创造了非常非常大的收益。那如果你也觉得交易很不错，你也想试试看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会送你30美金的现金，或者是你入金500美金，质押1个礼拜就会获得60美金，也就是500美金，总共可以获得90美金的现金，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完全都不用做任何交易。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比特币的盘面吧。首先呢，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外乎就是最后结果会呈现2种走势。第一种就是我们下跌之后呢，然后直接经过小小的调整之后就直接往上了。比如说就像现在下跌之后呢，只有一波，然后经历了小小的调整，当然这个时间不限，不过也不能到太长，然后我们就直接往上了。那当然突破前高的时候呢，绝对是对我们这波上涨的确认了。那突破前高，如果你是喜欢做右侧交易的话，其实是可以加仓的，对，其实是可以加仓的。那还有第二种走法，呢，它就会回调的深度就会更深一点了。就是我们在下跌第一波之后呢，然后我们走了几天的震荡啊，那这个当然就不会走太长了。如果说我们要还有第二波下跌的话，然后我们就紧接着迎来第二波的下跌啊。第二波的下跌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在经历了小小的盘整之后，我们就会一样是直接向上了。因为我认为以当前的盘面呢，我们并没有走向空头，或者说盘面就直接走反转的可能性在。那其实38000这个位置是我认为一个可能性比较高的地方啦。当然，如果两段下跌的话，我自己认为是不会再重新回到38000的下方啊。毕竟我们这里是已经震荡过，然后最终缩量调整之后呢，然后突破爆量向上的。那其实如果我们走这种2波段的下跌啊，当然不是说我们就比较倾向于这种走法，但如果说这样走的话，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前面在这一段呢，我们所走的行情。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这段走的行情呢，其实它的调整就是2段式的，也就是我们第一段调整完之后呢，然后我们经历了微幅的这种上涨反弹，然后我们再继续第二波。那其实标志性的事件，或者说我们要怎么辨别，最重要的呢，就是跌破前低。如果跌破前低的话，那就表示它一定还会再回调的更深。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趋势线的方式呢，然后突破来去进场，也就是回调结束，然后我们就抓那个突破的机会，然后只要一突破前高，那我们就可以加仓。这里有一次加仓机会，然后这里又有一次加仓机会，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里。如果说我们走的是2波段下跌的话，但其实我们现在的盘面呢，你可以看到跟我们当时在这里走的结构呢是蛮不一样的，因为当时其实已经走衰竭了，已经变弱势了。不过你可以看我们现在的盘面，我认为它依然是非常非常强势的。你可以看一下它上涨的时候呢，它的斜率、它的趋势线非常非常的陡峭，还有它的 K 线呢都很饱满，然后都带有很大的量能，而且上涨的过程呢，并没有夹杂出什么很大量的这种阴线啊，实体部分很大的阴线完全没有，都是小小的阴线就直接上去了。那我认为这是非常强势的表现。其实还有一个可以判断的准则，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看 K 线吧，我们就看这3根 K 线。当然这2根这样看也是可以的，最主要我们是看量能。你可以看我们第2根 K 线呢，它被第1根完全包裹嘛。那我们量能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后面这根 K 线呢，它的量能是有显现出来的，就表示这里绝对是有支撑的。其实这种形态呢，在裸 K 上面，我们称之它为晕线。好，晕线我们就直接找一个懒人包。那当然，如果说是比较完整的资料的话，也不会差距太多啦。只是它用很简单的话来讲，你可以看我们走的其实就是这种看涨晕线的形态。我们下跌之后呢，然后出现了这种晕线，你可以看啊，第1根的话是比较长的，然后第2根是比较短的。但是第2根呢，完全被第1根所包裹，而且呢，我们有量能可以作为参考依据的情况下呢，第2根如果能判断为晕线，就要求它要有一定的量能。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根下跌的时候呢，量能其实是大的，但是第二根它的量能呢，也有到达第一根的一半左右，大概一半左右。那我认为这个运线形态呢是成立的，那它的效果呢基本上就是底部的反转了。好，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当前走出了运线之后呢，我自己会认为现在还是很强势的。那当然，我绝对不可能去随便乱做空，做空是在现在多头走势来说呢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再转到4小时吧。4小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细节，比如说呢，我认为如果我们要标示这一段下跌结束，基本上就要越过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第一，它是前期这里有测试过的点位，那测试完之后呢，只要它再没有阻力了，我们就上去了。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呢反弹之后也是回撤到这个位置之后才下坠的。那这个点位呢，大概在42400、42500左右这个当然也是个区间，但是比较模糊。那我会认为，如果我们接下来的上涨，它只要能越过这个区域就代表我们的下跌，我们的调整是已经结束了。好，那再来，我们可以切到1小时，我们来观察一下。其实这个点位呢，它就是我们反弹呢所达到的最高点，就在这里。这个点位其实很神奇它刚好就是我们斐波那契下跌的0.618位。如果我们从最高点到最低点一画呢，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这个反弹呢，它就是一个0.618反弹非常非常的巧妙，它就完美的落在了0.618之上，所以这个点位非常重要。那只要这里能被突破的话，我认为我们就可以回前高，就是44500，还有45000左右的这个位置。好，那当然我们这个点位呢，如果我们把它往前拉，它前面其实就有一个点对不对？这个点呢，它就可以验证了这条线的有效性，所以我认为这条线它可以标示着我们这波回调它是不是结束，是否结束了。当然了，我们刚刚这波拉升是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个交易机会嘛，对不对？这边趋势线1次接触点，2次接触点，我认为这边算1次2次都可以了，但是我自己只会算1次的，因为它太接近了。然后这里呢第3次就突破了，所以有一个小的上涨，但是现在好像又回落回来了。不过我自己是不紧张的，因为只要我们没有跌破我们前面这的低点测试2次的这个低点我认为我们就不会有立即进行第二波回调的这种可能。但如果有一天我们跌破了前面的这个低点，很明确的跌破了，那我们回到38000的几率呢就会很高了，这点还是大家必须得小心的。那我自己也会认为呢，我们在重新回到42500甚至4260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是必须带有量能的。那现在就是在这个小小的区间之内做震荡。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AVAX Avalanche， 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仓位，因为呢，虽然说我们下跌了，如果说你观察山寨币的话，你会发现满江红对，你可以看BNB 下跌 ，Air1 下跌 ，XRP 下跌 ，Doge 下跌，全部下跌，全线下跌，基本上山寨币呢跌的都是大多数，而且很多币都是狠狠的跌，那当然我们在回调的过程呢，山寨币跌的比较多是好的，尤其你可以看我们现在比特币其实有上涨，但是山寨币它还是跌，这个其实是好的，对于比特币来说是一种修复。唯一或者说极少数吧，不一样的就是 Avalanche 雪崩呢，它在今天它又暴力拉升那我会认为，其实在这里只要它没有再重新回到我们前高点的下方我认为就不用到太害怕。尤其如果我们把前高点当做一个基准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它根本就没有回到这个点位之下的，所以我认为也不用到太害怕。那它下跌的幅度呢？对，它下跌的幅度确实是狠从最高到最低直接21%。不过我们刚刚呢也重新再涨回了，重新拉回了14、15%左右，甚至最高点有到18%，这个也是蛮夸张的，可见它很有活力，而且呢它很强势不然我相信它是不可能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呢就回到这个位置的。而且我们又可以从量能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有人炒的币。如果我们要炒山寨币呢，一定要炒有人炒的币，有人炒就会体现在量能身上。如果量能大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追。那如果说你觉得可以买这个币，但是它没有什么量能的话，那我自己的建议就是至少不要现在买，对，至少就不要现在买。其实我们上方看似是已经没有任何筹码堆积了，那为什么我们还会在前2天受阻的这个位置回落呢？这个就必须追溯到更远古之前的事情因为我们在更前面这个地方呢，它是产生过阻力的。我相信到现在呢，它一样会产生阻力的。其实有远古的支撑阻力呢，拉到现在都是有效的，越大级别越有效。
但是呢，远古的压力支撑啊，它的效果呢，绝对没有近期要来的更好。也就是这里产生压力支撑正常啊，但我认为测试个几次，甚至1次2次，我们突破之后呢，我们在上方啊，它就会面临很大的真空区，那我们就会上涨的非常快速。我自己下个目标价位呢，大概就在60到65左右的区间了。其实离我的开仓价呢，也是绝对是翻倍了，翻倍有余，翻倍有余。因为我们的入场价呢是在27啊，它现在是38左右。我自己当然也持有现货，那我们可以来仔细观察一下 AVX 它接下来的发展。我认为它还是一样走得非常健康的，不会因为这点小回调就影响了它周线级别的上涨趋势。如果你也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